有信心在2回合内 KO 方便吗？有。注意看，中国巨人拳王居然声称2回合之内可以 KO 死神方便，而在场的观众们却议论纷纷，谁都不敢肯定这场比赛的最终胜者。而屏幕开头的巨人拳王可不是一般人，此人名叫董建军，别名董泰山。光是他2.13米的身高就已经劝退了不少职业选手。当然，董建军并没有仗着身高体重优势在中国国内发展，反而毅然决然带领教练团队出国打比赛。目前的董建军在职业拳击还保持着17连胜战绩，正是因为看望家人才会短暂回国休养，却临时被赛事平台邀请参加商业赛事活动，要求与59连胜的死神方便来一场拳击切磋交流赛。原本董建军与死神方便都不想参加内战，引来仇恨，试图婉言拒绝，奈何赛事方给的太多，这才促成了这场跨级别跨领域的拳击赛事。要知道，死神方便可是擅长散打自由搏击，可是从来没有在拳击领域打过比赛，所以在场的观众们才会不停地议论，激动不已。因为大家都想看看不败王者死神方便能否在董建军的铁拳之下安然无恙走下擂台。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第一回合开始，2位选手身高体重悬殊，不少观众们都觉得方便可能会在今天闹笑话，被董建军 KO。再加拳击规则比赛，方便所擅长的散打侧踹腿根本无法施展，这也让方便陷入了短暂危险处境。如果稍有不慎被董建军重拳命中，那今晚的比赛极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方便的59连胜战绩也会在今天被彻底终结。好的，欢迎大家点击下方小铃铛下载荣耀大天使游戏，就有机会呢在游戏内领取最高888元的现金红包。各位老铁们，中奖率是100%啊！只要你下载创建角色，就能够领取红包，最少都有1块钱，2块钱就能够提现了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董泰山啊，在第一回合其实并没有出过太多的动作啊，这完全处于在试探啊，也不敢轻易的出拳，怕这个防守的漏洞被方便给发现啊。所以看一下双方，虽然方便所擅长的散打腿法因为规则受限不能施展，但是架不住方便的高速移动很在行，董建军根本就无法抓住灵活的方便。当然，其中肯定也包括高手之间惺惺相惜，谁都不可能在比赛中下狠手招惹仇恨。于是2位选手便心领神会的在擂台上游走试探，至少不会出现太凶狠的拳法招式。第一回合这个董泰山啊，他已经开始往前压了啊。哎，分开。这个，哎，再来一个击负。停。看。哇，这个双方在这个身高臂展的这个差距真的太明显了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身高，其实臂展越高啊，它这个其实是占优势的啊，因为它这个内围的这个范围会比较大一些。是的，身高越高，它的臂展越长。那当然呢，身高高的话有一个劣势，就是它移动起来会比小。其实，如果按照正规的职业拳击比赛，方便肯定不是巨人拳王董建军的对手，毕竟2位选手体重身高都相差的太多了。董建军如果真要下狠手，至少也不会让方便这么肆无忌惮的游走试探。当然，方便明知道正面打不过，也不会以卵击石。一旦董建军进入内围，方便都会采取内围搂抱的方式拉开安全距离。没有出现首次的 KO， 那今天在他们俩之间的对决当中，能不能出现首次 KO 呢？好，我们可以看到比赛呢现在进入到一个非常焦灼的一个状况啊。现在我们的泰山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主动的一个。好，还有20秒，停。这回合还有20秒钟。对，我们泰山就是想在前2个回合啊就能够把我们的方便 KO， 所以呢。但是我们看到这第一回合这个泰山的这个进攻的这个效率是非常低啊，这个虽然会有一些的前刺拳的动作，但是这个命中率是非常的低啊，因为他这个动作幅度比较大。好，第一回合结束。比赛来到第2回合，其实2位选手打得如此消极也很正常。因为这场比赛只是一场活动商业赛，根本不会计入2位选手的职业战绩。但是毕竟2位选手都是2个领域的绝顶高手，无论谁输谁赢，都会引来各种议论与诋毁。于是董建军与方便都装出一副很忙却处处留手，真要打伤了对方，都是中国拳坛的一大损失。那身高臂展有绝对的优势，在比赛上他绝对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啊。那我们看到方便，那么也是59场不败。那这一场拳击秀和董泰山进行，这是第2回合了啊。我们总共有5个回合，每一回合有3分钟。好，我们看到这个
董泰山的这个前四拳。分开。这两位啊，其实都很难打啊。这个因为这个董泰山的这个臂展会比较长一些，所以他的保护范围会比较多点的，方便想打进去也很难。但是呢，这个董泰山呢，他也不是太好打，因为对方呢，特别的灵活啊，特别的灵活。这一场比赛真的是非常有看头啊！方便身高184公分啊，董泰山身高211公分。两位呢都是非常厉害的顶尖级的这个拳手运动员啊。比赛进行到现在，两位选手打得难解难分，谁都不想在职业生涯输掉比赛。不过目前来看，还是董建军的出拳更有压迫感，只要方便稍稍不注意，都会被董建军压制在擂台边缘。一旦打出组合拳，方便都不得不立刻逃跑，远离董建军。真要被重拳擦中少说，也会受到一些轻微伤害。为了保命，方便才不得已的逃跑谨慎。是的，同时呢，其实我们是一个搏击秀啊，跟所有的老铁来说是一个搏击秀。虽然他们都是真打，但是我们是一个搏击秀，为的就是展现运动员的风采，然后呢，弘扬体育精神，宣传全民健身的一个正能量。大家都知道，我们散打哥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个快手主播啊，所以没有关注散打哥的各位老铁们，关注一下我们散打哥，加入粉丝团，我们红包不间断啊，红包不间断，精彩不停，赶紧关注一下散打哥。真的，我看到现在真的两位真的太难打了啊！这真的太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速度，这就是速度和力量的对决啊！所以第二回合了，还有20秒钟啊！这回合还有20秒钟，给他们加油，好不好？来，我们直播间的老铁们啊，支持方便，扣个1。9、8，支持7、董泰山6、5、4、3、2、1，啊，这一回合结束。好的，支持方便的。比赛来到第3回合，方便也明白，如果不好好打比赛，极有可能会被观众们议论没实力，所以方便由被动反击转变为主动试探进攻，来回虚晃，就是打算看看董建军能否摸到自己。当然，方便也不是那种无头苍蝇打法，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一旦看到董建军开始向前逼近，方便都会慢慢后撤，坚决不给董建军争夺比分的机会。非常大啊！然后我让他，而且他是向上去打的啊，这个难度真的非常的大啊！我们看到这个董建军想打到方面也很难，因为毕竟对方真的太灵活了啊。好的，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老铁，记得要关注散打哥的快手号，加入粉丝团。那么我们每一次会发50万的红包，每一次会发50万的红包。另外呢，想学习搏击的也可以关注一下中国搏击自由搏击运动员方便的个人快手号，可以报名啊。好的，欢迎各位老铁。我跟各位老铁说啊，待会儿我们还有我们的刘二狗跟张开凤的精彩对决，所以好戏都在后头，赶紧老铁们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啊，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分享到所有的快手群里面，好不好？来，比赛进行的非常的激烈啊，支持方便的来，老铁们扣个1，支持董建军的扣个2，看看哪位拳手的呼声更高。目前来看，两位选手的体力储备都有所下降，尤其是方便需要不停移动躲避董建军的重拳，就算真的被逼无奈，方便也会立刻采取内围搂抱的防守，拖延比赛时间。既然两位选手都有所保留，董建军也不会太为难方便，这就相当于台上是对手，台下是朋友。方便也心领神会的开始与董建军进行拉扯。一场重量级的对决是5个回合，支持方面的扣1，支持董建军的扣2啊！支持散打哥的记得关注一下散打哥，加入散打哥的粉丝团，红包不间断，来散打哥直播间领红包啊！赶紧把直播分享出去，50万一次的红包不间断啊！同时，安卓版首发的游戏《荣耀大天使》，点击下方小铃铛就可以下载了啊！好的，两位选手现在第3回合的比赛啊。好，现在相互的这个试探当中啊，因为拳手其实每出一次拳，他必须是有把握的情况下才出拳，要不然如果他没有把握，出的是空拳，那他的力气就白使了啊！因为对拳手来说，拳场上的体能消耗啊，体能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到底我们的董泰山能否坚持完5个回合啊？对他的身高这么高的一个拳手来说，也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好，3个回合结束了。最后公布比赛结果，死神方便通过比分优势赢下最终胜利。不过这样的结果依旧有许多拳迷粉丝不买账，有人认为董建军才应该拿下比赛。大家认为2位选手谁才是最终胜者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